先生，请出示您的员工工牌，或者在大堂机器上进行访客登记。登记个屁！瞎了你的狗眼！知道我是谁吗？抱歉，这是公司规定，没有工牌不能进。规定？我侄子是你们这里的技术总监，这家公司都有他的一份。我进我自家侄子的地方还有什么工牌啊？先生，请您不要动手，否则我们叫安保队了。叫啊，把你们队长叫来。我哥叫林旭，星海科技的技术总监。等我哥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俩全开除了。林总监的亲戚怎么这么粗鲁？看着不像啊，林总监平时那么严谨的一个人。林旭，你个小兔崽子，给我滚出来！你亲大伯来看你了，你手底下这些看门狗还敢拦我？在这家公司，能力决定一切，没人在乎你姓什么。但我老家那帮亲戚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只要跟我有血缘关系，我的一切就是他们的。张主任，我母亲的靶向药还能续上吗？林总，老太太的治疗方案得调整，后续费用很高，随时可能需要手术，你这边得有个心理准备。钱不是问题，不管用什么方案，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我下午去医院签字。二组，智慧城市天网系统的路网接口怎么崩了？马上修复。公安那边等着用测试数据。这个赵凯又在搞小动作。说。林总，大堂有2个人自称是你的大伯和堂弟，正在闸机口辱骂保安，还动手推人。现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您看是不是要通知安保队长强制驱离？我知道了，我亲自下去处理。听说啊，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你们的高管林旭啊，当了官就忘本了，连亲大伯都拒之门外呀！就是，我哥真是一时糊涂啊！等他下来，必须给我安排个管理岗，不然这事儿没完。这也太嚣张了吧！大厂哪有直接塞人进来的？真要是林总监的亲戚，这回林总监可下不来台了。职场最忌讳这种事。林总，你看这，哟，大总监总算舍得下来了啊！林旭，你弟弟林浩职高毕业好几年了，现在也没个正经工作，你赶紧给他安排一个月薪3万的部门经理当当。哥，敲代码太累，我干不来，你给我弄个管人的活就行，我不挑。什么？这点小事对你来说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啊？你今天要是敢不答应，我就在大堂里住下了，让全公司看看你是个什么白眼狼！哼！立刻出去！你说什么？你敢赶我走？我再说最后一遍，这里是星海科技办公区域，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立刻离开！哎呀，没天理了呀！哎呀，亲侄子当了大官就六亲不认了。哎呦，大家给评评理呀！林旭，你里里不要脸！当年要不是我们家借你钱，你能读完大学？你现在出息了，提拔一下自家兄弟怎么了？我那苦命的弟弟走得早啊，留下孤儿寡母。哎呀，我们家省吃俭用供你上大学，现在你拔根汗毛都比我们要粗，你居然翻脸不认人呐！这没想到啊，林总竟然是这样的人。哎呦，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林总，影响太差了，要不你先把他们带去会客室安抚一下。安抚？公司不是福利院，我也不会被任何人道德绑架。哼！把刚才闸机口的高清监控调出来，投屏到大堂的这块显示大屏上。林总，这家丑不可外扬啊！按我说的做。出去！滚开！各位看清楚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属于寻衅滋事。你少拿法律吓唬我，我是你长辈。长辈？林浩刚才说我上大学是花你们家的钱，当年我考上大学
学费差5000。哼，我妈挨家挨户借钱，跪在你们家门口，你连50块都不肯借，还放狗咬人！你胡说八道！我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每一笔都是我拿国家奖学金和端盘子做兼职赚来的，跟你林保国有半毛钱关系吗？哥，你别生气，我爸就是脾气急了点，但这职位的事，林浩的简历连我们公司最底层的初筛系统都过不去，奖金大涨，凭本事考进了，想走后门，门都没有。哎，好你个白眼狼啊！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我就把你的名声彻底搞臭。我回家扒了你家祖坟！安保队，还愣着干什么？把这2个涉嫌寻衅滋事的闲杂人等给我清理出去！如果他们敢反抗，立刻报警。是，林总。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群看门狗，放开我！林旭，你个畜生！哎呦，轻点，轻点，我的西装要破了！哎呀，林旭，你个六亲不认的畜生！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小王八蛋，敢赶我走，看我怎么收拾你！林旭在大厂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包养小三，现在六亲不认，连亲大伯都打，大家千万别被他骗了！天哪，林旭居然是这种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亏他妈还到处说他出息了。这招能行吗？林旭那小子软硬不吃啊！哎呀，老家就这么大点地方，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他妈还在医院躺着呢，我看他受不受得了。妈，怎么了？小旭啊，你大伯在群里发了好多你的坏话，说你贪污，还说你打他。老家的亲戚现在都在打电话骂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妈，您别看那些，都是他造谣。大伯今天来公司闹事，非要让林浩当经理，被我赶出去了。我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小旭，你千万别冲动，别影响了你的工作。妈，您放心，我心里有数。您安心养病，这些事我来处理。哼，跟这种人在群里对骂，那是他们的主场。要让他们彻底闭嘴，那得用合同、违约金、律师函。李经理，我是林旭。哎呦，林总您好，你有什么指示？你们公司是不是还负责我们星海科技测试外包的业务？对，天网项目的外包测试人员都是我们负责招聘的。我发一份简历给你，叫林浩，你给他发个初级测试员的面试邀请，记住，不要提我的名字，走你们外包公司的正规流程。林总，这人学历有点不达标啊。照做就是。面试的时候多夸夸他，让他签那份最严格的外包保密和责任合同。明白。林总放心，这事交给我。哎呀，爸，你快看！干什么？大呼小叫的！星海科技外包合作商给我发面试通知了，初级检测员。这什么公司啊？没听说过呀。爸，你看，邮件里写的是星海科技天网项目的外包测试岗，虽然不是星海直接发的，但干的就是星海的活。我明白了，林旭那小子怕了，不敢直接招你进去，怕人说闲话，所以走外包的名义，曲线救国。群里舆论一施压，他还不是得变着法子低头服软？爸，你太牛了！那我现在就是大厂员工了。那当然，
等会儿啊，我就在群里发个大红包，让那些穷亲戚啊看看我儿子的本事。感谢大家关心，林浩凭自己本事已经拿到大厂 offer 了。还外包公司，早晚我得让我哥把我调去总部当高管。李经理是吧？我哥林旭让你们安排的吧？哎呀，林先生真是一表人才，我们这可是看了您的简历，觉得您非常有潜力，才破格录取的。那是，我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我懂管理啊。这测试员具体干嘛的？累不累？不累不累，就是坐在机房里看着电脑运行数据就行。来，这是您的外包劳动合同，您看一下。林先生，有一点我得特别强调，天网项目是核心机密。这份合同里明确规定，一旦因员工违规操作造成项目数据丢失或损失，需由员工个人承担最高50万的违约金。知道了，知道了，能出什么事？笔呢？赶紧签完，我还要发朋友圈呢。合作愉快，林先生，明天您就可以去星海科技的测试机房报道了。来，各位亲戚，今天这顿饭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家浩浩正式入职星海科技。包国哥，浩浩这可是出息了啊！大厂员工一年得赚不少吧？哎，钱不钱的无所谓，关键是咱凭的是真本事，不像那个林旭啊，当个总监尾巴都翘上天了，亲戚都不认。我跟你们说，他那位置早晚坐不稳。就是，还是浩浩儿子。以后浩浩发达了，可别忘了我啊！哎，放心，我们家浩浩最讲情义，绝对不像林旭那个白眼了啊！来，干杯！上路会不会玩啊？林浩，你把脚放下来。这里是核心测试区，不能带私人手机进来打游戏。操作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关你屁事啊！我哥是技术总监林旭，你敢管我？去，别烦我打团战。你别乱碰桌上的红色按钮，那是主服务器的硬件重启键。知道了，真裸。靠，又输了！这什么垃圾队友啊！怎么回事？林总 ，T3 机房的主服务器被物理重启了，机房警报红灯疯狂闪烁。糟了，肯定是天网项目测试数据大面积丢失了。赵凯，市场部总监，副总裁竞聘的另一个候选人天网出事，他比谁都高兴。林总监，天网项目是公司下半年的核心战略，现在因为一个外包测试员的违规操作导致数据丢失，项目进度至少延误1周，这几十万的损失谁来担？林旭，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总裁，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外包人员的资料，他叫林浩，据我所知，他可是林总监的亲堂弟啊。林总监，你平时标榜自己最守规矩，怎么为了安插自己的废物亲戚，连公司的核心项目都敢拿来当人情？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简直是把公司的利益当儿戏。我建议立刻暂停林旭的技术总监职务，接受内部调查。赵总监，戏演够了吗？林旭，你什么意思？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坐。大家手里拿到的是林浩与外包公司签订的用工合同。赵总监看清楚了，林浩并非星海科技的正式员工，而是外包公司招募的临时测试员。从法律关系上讲，他跟我跟星海科技没有任何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那他也是你亲戚？亲戚又如何？公司哪条规定禁止外包公司录用员工亲属？监控显示，林浩严重违反外包合同第3章第7条的保密与安全操作规范。王总，根据他签署的合同，这45万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合同条款非常明确，由于外包员工个人重大过失导致的项目损失，全部由员工个人全额赔偿。赵总监听明白了吗？谁搞砸的，谁赔钱。我已经指示法务部，立刻向林浩个人发送索赔律师函，绝不姑息。处理得很好，林旭，
公事公办，就按你说的去办。我跟你说，我儿子现在在星海科技，那就是未来的高管。林旭那个位置，迟早是我儿子的。是，报国哥，以后多照顾。哟，这大厂还给我发邮件呢，估计是表扬我家浩浩的。小旭啊，小旭，你不能这么绝情啊！45万，你这是要逼死你大伯呀！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知道那个按钮那么贵啊！求求你跟公司说免了这笔钱吧。这是法务部的决定，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谁也帮不了你。你放屁！你可是技术总监，这点钱对你们大厂算个屁！你就是存心想整我们父子，我不活了！哎呀，大家来看看，亲侄子社区陷害亲大伯呀！我不赔钱，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哎呀，你们有本事就把我抓走！哎呀，哼，喂，120吗？星海科技总部，有人寻衅滋事，严重扰乱办公秩序，麻烦出警。爸，他报警了，快跑吧！我不走，警察来了正好，我就告诉警察。他林旭是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出警大概15分钟。你们要是想在派出所过夜，就继续拿。林总监，大堂已经围了一圈人了，影响太差了。我先把他们带到楼下咖啡厅安抚一下，等警察来了也好有个说法。哎呀，老哥哥，跟我走，别在这丢人了。告诉出警的警察事务报，人已经走了。不用听他的，110是我报的，谁也没有权利替我撤销。你去告诉前台，警察来了正常接待，如实说明情况。林总监，我这不是怕影响公司形象吗？让我先带下去安抚，警察来了你跟他们解释就行。赵凯急着把人带走，有意思。闹事者已经走了，但我们林总仍想保留追诉权利。老哥哥，消消气。我是星海科技的另一个总监，我姓赵。林旭这事啊，做的确实太不地道了。赵总，您是好人呐，您评评理，哪有这么坑自己亲人的？45万呢，我们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呀。是啊，林旭这人心态。不过老哥哥，这事也不是没有转机。什么转机？林旭现在在公司如日中天，高层都很看重他。公司之所以敢要索赔，是因为这事没闹大。你想啊，如果你们把事情闹得全网皆知，让星海科技的声誉受损，林旭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是不是就得乖乖撤销索赔，来堵你们的嘴？对，爸，赵总说的有道理，只要把事情闹大，哥肯定服软。可是我们怎么闹啊？大门都进不去，他还报警抓我们。老哥哥，咱们换个位置坐。这里面是10万，明天你们去买几个大功率喇叭，再雇几个人，就在这门口拉横幅，闹得越大，林旭越扛不住。赵总，这，拿着，办完事还有。浩浩，喝杯咖啡，明天跟你爸一起加油。什么情况？这是要干嘛？逼死人了！林旭丧尽天良，伪造合同，诈骗亲属40万，大家快来看看这个衣冠禽兽啊！不去，大厂高管爆雷了，这瓜可真大。
赶紧发微博，打上星海科技的标签，肯定上热搜。呼叫总台，这门彻底被堵死了，场面快失控了。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上午的时间，公司的市值蒸发了几个亿，这就是你们说的危机管控？总裁，这件事的性质极其恶劣，现在网上的舆论已经完全失控，网民们都在抵制我们的产品。这一切的根源都在林总监身上。林旭，我早就说过，你处理不好家务事，迟早会连累公司。现在你那好大伯就在楼下扯横幅呢，你打算怎么办？这是有组织的恶意抹黑。抹黑？总裁，我强烈建议暂停林旭的一切职务，成立专项调查组，并对外发布公告，撇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平息股民的怒火。林旭，你太让我失望！给你10分钟，立刻把楼下的人弄走，把热搜撤下来，否则按赵凯说的办。你马上停职交接。林总监，你那套法律武器在舆论面前似乎不管用了呀。对付流氓，法律当然管用，只不过得换个用法。你什么意思啊？安保队长，门口拉横幅的那几个人里有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把他单独带上来，直接送到高层会议室。收到，李总。哥，你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林浩，45万的违约金已经立案，但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只要当众说出是谁花钱雇你们来拉横幅的，作为技术总监，我可以申请法务减免你的赔偿。完了，我完了。45万违约金，法务已经准备起诉了。一旦法院判决生效，你名下所有资产冻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坐不坐牢我不知道。但你这辈子别想坐飞机、住酒店、办信用卡了，你下半辈子就准备在老家种地吧。不，我不要坐牢，哥，你救救我！林旭，你这是诱导。总裁，这根本不合规啊！把楼下那位也请上来，让他亲眼看看他儿子的表演。哎呀，哎呀！好，别怕，放在这儿。今天他们不免了这钱，我就死在这儿。是我爸。昨天在楼下咖啡厅，我亲眼看到有人塞给他一个大信封，鼓鼓囊囊的肯定是现金，就是拿那个钱雇人来闹事的。你说什么？横幅是你雇人拉的，人也是你找的。那个信封那么厚，里面少说好几万，你自己拿去花，凭什么让我背45万的锅？你个逆子，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想害死你老子吗？你才想害死我！我不想坐牢。好，你个白眼狼！你把10万块钱交出来，交出来还给公司。就是他给我的现金。一派胡言！一个老无赖，自己敲诈勒索不成，现在还想血口喷人？你说我给你钱，证据呢？有转账记录吗？有聊天记录吗？你给的是现金，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就在楼下那个隐蔽的咖啡厅。总裁，您听听这有多荒谬！这种碰瓷手段大家也会信？我赵凯堂堂星海科技总监，会去干这种事？无论如何，林保国拉横幅造谣的事实已经构成，这涉嫌敲诈勒索，予须静自视。我已经报警，移交警方。什么？你们真报警了？站住！别跑！
小周，我发你个地址，市中心医院302病房。会议室有个老头刚从消防楼梯跑了，你在1楼后门截住他，什么都别做，就把这个地址告诉他，他自己会去的。我们没有抓到人，他一路向西，拐了几条小道，不知去哪儿了。市中心医院安保科吗？我是302病房患者家属林旭，有一个情绪失控的男性，可能正赶往医院，请立刻加派人手守住住院部入口和302病房门口，不要让陌生人接近患者。周警官，嫌疑人林保国从公司消防通道逃跑了，他可能会去市中心医院威胁我母亲，请派人过去。收到，马上安排。光靠电话不够，我得确认他的行踪。切断外网，接入城市路网监控专业通道，启动刚刚修复的天网测试系统。林总，天网系统刚刚修复，直接调用实战，出任何问题我负责。执行。林旭，你不让我活，大家都别想活，滚开！老太婆，你生了个好儿子呀，还要把我往死里逼呀！马上给林旭打电话，让他撤诉，否则我今天就砸烂这些仪器！你找死！哎呀，不是我的错呀，是赵凯给了我10万块现金让我闹的，钱就在我老家床底下，你们别搞我呀！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进监狱，都是赵凯的错，真的不怪我。收到嫌疑人口供，指认幕后指使人为星海科技总监赵凯，涉案现金藏于嫌疑人住处，立刻派人去取证。口供加上咖啡厅的监控画面，足够让警方立案调查了。赵凯，你以为用现金就万无一失？等那些钱上的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你就彻底无事。赵凯先生，林保国已供述，你涉嫌教唆寻衅滋事，我们已申请对你进行调查问询，请配合。你们血口喷人！我要叫律师。叫吧，你的律师来之前，好好想想那个牛皮纸信封上还留着谁的指纹。警官，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纠纷，林保国那个老流氓血口喷人，你们不能仅凭他一句话就来抓我。这是从林保国老家搜到的10万现金，经过技术科提取比对，信封内侧清晰提取到了你的指纹。完了，我明明戴了手套，怎么会在信封里面留下指纹？这10万块钱连号新钞的取款记录，警方已经从你的账户里调出来了。雇佣闲杂人员围堵公司大门，涉嫌严重扰乱企业生产秩序。赵凯，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请跟我们走一趟。不，我不能被带走，公司会开除我的。钱总，救我啊！这些都是为了您的项目啊！钱万山，原来你才是躲在背后的那条大鱼。钱总，出事了，赵总监被警方带走了，走的时候还在走廊里大喊您的名字。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钱总，现在公司里都在传是您指使赵总监去对付林旭的，咱们要不要公关一下？公关什么？只要他拿不出证据，我就是干净的。赵凯给我扣屎盆子，难道我要闷声接下吗？林旭这个小子做事太绝，连点余地都不留，这种刺头绝对不能让他掌管天网项目，统治下去。您吩咐。用我的高管权限，立刻切断天网项目2期的资金审批，冻结他们部门的云服务器缴费账户。钱总，天网可是重点项目，这要是断了资金，系统会瘫痪的。瘫痪了正好，把这口黑锅扣在林旭头上，让他卷铺盖滚蛋。林总，电源被强行切断了。
林总，我们的云服务器费用账户显示被冻结，如果续不上费，天网2期积累的所有测试数据都会被自动清空。完了，这可是我们熬了3个月的心血啊！慌什么？切断外网连接，启动本地备用服务器，把核心数据立刻做备份。可是本地服务器承载不了那么大的运算量。不需要运算，只要保住数据，立刻执行。好。守好阵地，钱的事我去解决。王总监，天网项目2期资金为什么被冻结？哼，哎呦，林总监啊，这可怪不得我，前副总裁亲自下的指令，说你们项目存在严重合规风险，需要重新审查。合规风险？天网项目的所有审批流程全都由总裁签字，你们这种卡脖子的行为导致的数据丢失，谁来负责？那我管不着，没有前副总裁的解除令，我这1分钱也拨不出去。财务部是公司重底，吵什么？苏总，您来巡查啊？林总监在这闹事儿，非要我违规批款呢。林旭，越权在财务部大声喧哗，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如果你有异议，应该走申诉流程，而不是在这里撒野。这就是传说中重规矩不讲人情的执行总裁苏清寒。申诉流程需要3个工作日，天网数据24小时内就会被清空。天网系统每年能为公司带来至少2亿的净利润，现在为了一个高管的私人泄愤，要牺牲商业价值，这就是苏总所维护的规矩。面对高管的打压，他居然还能这么理智的用核心利益来谈判。数据我带走核实，但规矩就是规矩，申诉结果出来前，你必须离开财务部。林总监，钱总请您去顶层的雪茄吧谈谈。坐。林总监，年轻人火气不要太大。赵凯的事是你冲动了。钱总断了我的资金，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天网项目是个好项目，但你一个人把握不住。这样吧，你把天网的原始代码控制权交出来，挂在我的名下。另外，你签个字，说林保国那10万块钱是你跟赵凯的私人借款，赵凯就能出来。只要你照做，天网的资金我立刻给你恢复。你要我交出代码，还要我放过想毁掉我的垃圾？在大厂混就要懂低头，你不签，天网明天就会彻底死亡，你也会被扫地出门。林旭，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钱总这杯酒还是送给别人吃吧。好啊，林旭，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不仅要断资金了，我还要请一尊大佛来好好治治你。梅天礼呀，大家快来看看啊！我那大儿子被我亲孙子逼进了大牢啊！林旭，你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啊！家人们，星海科技惊天大瓜，年薪100万的高管为了独吞家产，竟然把年迈的亲奶奶逼到绝路。点赞破万，直接冲进大龙讨公道！喂，公关部吗？大唐的媒体越来越多了，网上的视频已经控制不住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呀！总裁，各位董事，你们都看到了，这简直是星海科技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公关部怎么说？公关部根本压不住，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立刻以员工道德瑕疵、严重影响公司声誉为由，当场开除林旭。只有这样，才能平息网民的怒火。苏总，你是管法务的，赶紧签个字，马上发全员通告。钱副总，法务部办案讲求证据，不看网络小作文。人都闹到大堂了，还要什么证据啊？必须经由法务程序核实是否存在真实的道德违规。在此之前，我拒绝在这份文件上签字。苏清寒这个死脑筋，居然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挡我的路！你个小畜生，你马上去跟警察说你不告你大伯了，然后把总监的位置让给浩浩，不然我就死在你们公司大堂。警局不是我家开的，案子撤不了。总监的位置，林浩连给我端茶倒水都不配。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是你亲奶奶。奶奶，您大字不识几个，我就给您念一段：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您这把年纪进去了，怕是出不来。大厂总监病死亲奶奶了！辛海高官林旭忘恩负义，逼死亲大伯，杀人了！高管逼死亲奶奶了！快打120啊！全都不许动他！林总，这要是出了人命，任何非专业的心肺复苏都可能导致肋骨骨折，到时候这口锅你们背。让开，让我们医生来。这小畜生，怎么连救护车都提前叫好了？这阵仗也太吓人了。患者心率75，血压128，血氧饱和度98%，脑电波平稳，无任何癫痫或心梗迹象。各位听清楚了，各项指标完全正常，连个感冒都没有，结果竟然晕过去了。我操！这老太太演技绝了呀！奥斯卡现在一个小金人。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大厂总监遇到碰瓷亲戚，谁与争锋？走，去警局喝完茶再走。大家看清楚，我老家亲属的账户收到了一笔10万块的匿名转账，而打款人正是我们公司前副总裁的贴身秘书顾永水军，在企业大堂寻衅滋事，严重涉嫌敲诈勒索，我已经向警方报案了。奶奶，你要去哪儿啊？谁报的警？我报的，警察同志。这几个人涉嫌团伙敲诈勒索，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公司的正常运作。全都带会所里协助调查。警察同志，我冤枉呀！我就是拿了500块钱来喊两嗓子的。小旭啊，奶奶就是想你了，来看看你，你别抓奶奶呀！看在血缘的份上，这次我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立刻回老家。再来闹事，我保证让你和大伯在监狱里团聚。把这老太太推出去，大门列入黑名单。这小子倒是真够狠的，连自己奶奶都不放过。苏总，按照您刚才的吩咐，法务部查了林旭说的那笔10万块转账，确认资金来源是钱万山名下的一个皮包公司，明确涉嫌挪用公款。钱万山这老狐狸，为了打压异己，连公司的钱都敢动。林旭不仅有技术，还有杀伐果断的脑子。要肃清公司内部的毒瘤，他会是一把最锋利的刀。通知法务 A 组来趟会议室。既然楼下舆论已经失控，为了保全公司名誉，我宣布立刻免去林旭技术总监职务。苏总，你这是干什么？懂不懂规矩？钱副总跟我谈规矩，好啊，那我们就按规矩来。经法务部核实，钱副总名下3个皮包公司账户涉嫌严重财务违规及挪用公款，其中包括昨天下午转出的一笔10万块不明资金。苏清寒，你血口喷人，你有什么权利查我？我是法务总裁兼执行总裁，你说我有什么权利？
我不仅有权利调查你，还会让警方介入冻结你手下这3个马甲公司的所有违规账户。另外，立刻恢复天网项目的所有资金审批，听到了吗？林总，天网资金全额到账了，云端服务器恢复正常链接。太棒了，数据全部保住了。立刻进行全盘数据校验，确保没有丢失任何重要的数据。明白。今天在会议室，多谢苏总出手。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维护公司的合规底线。钱万山动用私设的小金库，已经触犯了法务红线。这只是冰山一角，以钱万山的行事作风，星海科技的烂账绝对不止这3个马甲公司。所以呢，你想凭一个技术总监的身份去查副总裁的底？我查不了，但天网可以。天网系统的底层架构不仅能监控路网，只要开放内部接口，它就能追踪公司所有的异常资金流向。你想利用天网进行内部反向审计，这的确是技术的优势。一旦暴露，你会成为所有利益集团的活靶子。苏总要是怕了，可以不参与。激将法对我没用，只要你能拿出实锤证据，法务部就是你最坚固的盾牌。星海科技的毒瘤确实该清理了，林旭这把刀够锋利。那就感谢苏总的信任了。只要把天网的前端数据带走，钱总答应的50万奖金就到手了。大半夜加班拷贝前端数据，钱万山果然按耐不住了，想偷数据是吧？我成全你。单纯报警就只能抓个喽啰，只有放长线才能钓大鱼。钱总，这批新植入的数据简直是神作，我们的项目性能瞬间提升了30%。好，很好，有了这个底牌，天网项目就彻底失去了不可替代性。钱总，那林旭那边，这小子留着是个祸害。既然天网的核心已经在我手里，是时候把他一脚踢出去了。马上起草一份紧急报告，我要召开全员高管大会。各位同事，我接到内部匿名举报，天网项目代码存在极其重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公司利益，我立刻组织了技术专家进行排查。大家请看，这几10个致命漏洞一旦接入城市路网，足以让星海科技面临破产级别的索赔。林旭作为技术总监，不仅隐瞒不报，还在核心架构上独断专行。这么严重的漏洞，那可不能让他继续掌管天网了。必须立刻停止他的控制权。钱副总，你拿一份来历不明的数据就想定我的罪？数据是技术部内部流出来的，你敢说这不是你们天网的代码？钱副总，合规流程不是你一句话就能跳过的。既然你说代码有问题，必须由独立的第三方技术机构进行全面评估。苏清寒，你在包庇他是什么意思？我只讲证据，没有经过司法公正的评估报告，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核心技术人员的控制权。苏总说的有理，林旭，公司不能冒这个风险，限你2天内交出天网的核心源代码。如果你拿不出自证清白的证据，直接移交司法处理。这是天网所有的核心源代码，全在里面了。林总监，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专家组确认没问题，公司是不会亏待你的。哼，平时那么狂，现在还不是像条丧家犬一样交底了？这块硬盘直接送到我的私人办公室，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准拆封。明白，钱总。这是什么数据？服务器后台的异常流量波峰。钱万山根本没把硬盘给专家组，而是把数据都接到了他自己的项目。你知道他在设局偷你的代码，为什么不早说？你到底想做什么？明天的高管大会上，你就知道了。各位董事，我宣布，由我主导的新项目已经研发出了超越天网的技术，至此，天网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鉴于前技术总监林旭在项目管理上的重大失职，我在此提议全公司通报罢免林旭。接下来，请大家见证新项目的璀璨。这是洗钱流水。钱万山，这是什么东西？不，这是病毒，有人黑了掩尸系统，关掉！快关掉！你的钱从我账户里走一趟，我抽10%，这不算贵吧？我的天哪！天哪！啥呀这是？这什么呀？钱副总，别费劲了。是你在源代码里动手脚？冤枉啊！代码不是交给专家了吗？谁知道你会拿去接入自己的项目里？马上报警，彻查到底！保安，把林旭抓起来！都是他搞的鬼！我看谁敢把林旭抓起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本人作为星海科技的法务总裁，合理怀疑副总裁钱万山构成重大职务侵占及洗钱罪。在警方到来之前，任何人禁止离开会场半步。完了，全完了！职务侵占过亿，这绝对是10年以上的刑期。不行，不能进去。小周，你家里还有个患重病的妹妹吧？把这件事顶下来，我保证你妹妹有最好的医生，否则你们全家在老家都别想安生。钱总，您怎么能？你就说干不干吧。对，星海科技。各位董事，是我干的。所有违规账单都是我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的，钱副总毫不知情，是我鬼迷心窍挪用了公款。虽然秘书小周已经自首，但钱万山作为主管领导，监管严重失职，立刻收回钱万山所有核心项目的签字权和审批权，暂扣其名下股份，留置查看，配合警方后续调查。我接受董事会的处罚。林旭，这次你利用技术手段护网成功，保住了公司的核心资产。经董事会一致决定，正式由你接管整个大技术中心，跨级升任高级总监。天网项目的所有权限，全部归你一人调配。谢总裁信任。庆祝林总监高升！庆祝技术部彻底肃清毒瘤！干杯！钱系残把被清理干净，技术部终于是一块铁板。漂亮！但钱万山这只老狐狸，没那么容易咽下这口气。喂，是我，帮我个忙。从今天起，核心机房执行3级物理安保，非白名单人员，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林总，钱副总的人清理掉以后，我们部门的空缺很大，尤其是高级测试员岗位。按正常流程招，但入职前一定要注意查清背景。明白。钱万山虽然被停职调查，但他手里还握着不少公司原始股份，
现阶段不可能有人真的敢动他，他在等翻盘的机会。他现在就是条没有底线的疯狗。我得到内部消息，海外几个对天网垂涎已久的竞品公司最近在国内活动频繁，你得严防死守，他极有可能引狼入室。放心，我一定叫他们有来无回。来喝！大家欢迎新同事。经过3轮严格面试，这位履历极其优秀的顶级网络工程师将正式加入我们，大家可以叫他李英。初来乍到，请前辈们多指教。李英，听说你实操很猛，正好我们遇到个底层通讯的 bug， 来露一手。我试试。这手速太牛了！这个人看起来不简单。林总好，技术不错，好好干。他这个履历完美的像假人一样。我身处全城最大的星海科技，怎么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张姐，我妈今天情况怎么样？林先生，你快来吧，你妈倒没事儿，可你大伯一家造孽啊！你那个堂弟林浩，把老太太的医保卡和养老存款全都跑路了，把老太太一个人扔在医院里。林老太真的病了？绝症，需要巨额手术费。现在老太太被安排到你妈隔壁的病房了，天天在走廊上哭爹喊娘，你妈根本没法休息。我马上到。我那杀千头的孙子啊，要把我这个老骨头逼死啊！林先生，这也太巧了，现在病房那么多，没想到会把林老太安排在你妈隔壁。这间病房是谁安排的？是医院张副院长亲自批的条子，说是星海科技的前副总打过招呼。小曼山，在公司搞不动我，就开始用这种低级的手段恶心我。小旭啊，你堂弟跑了，你不能不管奶奶呀！这手术费你得掏啊！费用我1分不会出。去把我妈转到最里面的特护病房，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探视。好的，林先生，马上安排。林浩卷款跑路，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他肯定还在市区。跑到城中村的黑网吧躲着，哼，等着吧。国外新开发的数据截取器，看来李英的手脚挺快。哼，直接拆除会大头建设。既然你想截取数据，我就给你准备一份大礼。我动用了法务部的跨国调查资源，这个李英根本不是什么网络工程师，他是海外臭名昭著的资本巨头的高级商业间谍。钱万山果然跟他们勾结了。这是最近1周钱万山与该海外巨头的资本代表在私人会所密会的照片，他们意图打包出卖天网的核心源代码。叛国罪，这下够他把牢底坐穿了。你想怎么做？李英截获了我喂给他的假数据，他们就会进行最终的窃取，我们就在他盗取最后核心数据的瞬间，实施双线抓捕，营赃并获。钱总，第一批拦截到的核心数据已经传到您电脑了，测试完毕。好，太好了！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到天网最核心的技术。先生，天网的核心已经在我们手心了。安保队，机房外再检查最后一遍。报告林总，3组人马已经就位。只要李英继续插盘，绝对插射难逃。张姐，怎么了？林先生，病房区突然停电了，备用电源也切断了，
外面黑漆漆的，有几个陌生的男的正在串我们病房的门。找东西顶住门，我马上到。怎么回事？今晚是收网的关键。一定是钱万山买通了医院安保，切断了我妈病房的监控和电源。他想要调虎离山。我带人去医院。不，你在机房这里看着，我亲自过去看看。给老子开门！再不开就给你砸开！撤！找死！谁花钱雇你来的？是钱老板，星海科技的钱老板给了我们2万块钱，让我们来搞破坏，拖延时间。很好，录下来了。李英医咬钩，抓捕组立刻行动。苏总，门打不开啊！屋里破拆。不行，锁的内部权限被更改，这种门除了爆破，没有别的办法能打开。李旭，李英反锁了机房，他更改了局部权限，我们进不去。别慌，底层的安保系统控制权还在我手里，让我来跟他斗。想跟我抢控制权，太嫩了。钱总，我已经成功锁死机房，他们进不来。天网最核心的技术就要被我们拿下了。林旭，进度条快满了，要不要拉闸断电？不用，让他破。你疯了！数据被带走就全完了。李英以为黑进了天网的核心层，其实他刚才暴力打开的只是一个钓鱼网站，哼，只能供我反向追踪钱万山的犯罪证据罢了。连通成功，钱万山，你的底裤保不住了。钱先生，我们非常期待这份大礼。天网的核心已经被我的人拿到了，林旭那个毛头小子拿什么跟我斗？先生，只是这个价格嘛，你懂的。只要数据验证无误，2亿美金马上进你的离岸账户。先生爽快人。钱万山犯罪的铁证都回传给你了。这个钱万山真是胆大包天，竟然要把天网机密卖到国外。李队长，我是星海科技法务部苏清寒。我们刚刚截获了常务副总钱万山职务侵占及出卖商业机密的铁证。证据链完整吗？涉案金额多少？非常完整，资金流向境外，涉案金额高达数亿。数据我现在同步传输给你们。收到，我们立刻立案，马上出动抓捕网，请你们稳住嫌疑人。钱总，中级代码到手，我现在撤退。林总，门还是打不开啊！权限全在我这儿，他不可能离开。走。
顶级商业间谍，不过如此。把人连带设备全移交警方。别得意，你以为你就赢了吗？这怎么回事？我的账户，我的交易录音全被端了，李英失手了，徐反向黑进了我的电脑。钱先生，看来你的安保像纸糊的一样，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完了，全完了。钱万山回别墅了，警方的人还在路上，可能会被他跑掉。他跑不了。天网预测模型启动，目标车牌号 A8888，计算逃逸路线。李队长，嫌疑人正返回别墅拿护照和金条，他的最终目的地是机场高速 T3 收费站。收到。全城特急，立刻布控。快点，再快点！车里的人立刻熄火，双手抱头下车。林旭，你个小畜生！林旭，你以为我没有后手吗？我活不了，你也别想好过。林总，钱万山被捕后，公司进行了一次彻查，技术部以后不会再出内鬼了，天网计划可以正常推进。不要掉以轻心，外部资本没拿到想要的东西，肯定会反扑。钱万山面临多项重罪起诉，没有翻盘的可能了。只要稳住这一波，天网就能顺利上线。林旭，你个王八蛋，害得老子被高利贷追杀，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终于找到了，那个姓钱的说找到他的手机就能扳倒林旭，不知道行不行。这上面全是以林旭的名义签的贪污合同，还有星海科技资产转移的文件，这是搞死林旭的绝密黑料。喂，你是谁不重要，你手里拿的东西能换你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是林旭的亲堂弟，身上背着巨债，只要你实名录个视频，把手机里的证据公开举报林旭，我不但替你还清违约金，还送你200万美金和出国护照，让你后半生逍遥快活。成交。林旭不仁，别怪我不义。大家好，我是星海科技技术总监林旭的亲堂弟，我今天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大义灭亲。林旭在公司大搞裙带关系，利用天网项目贪污公款数亿元，甚至出卖星海的核心资产给境外，这些都是铁证。他逼死大伯，就是为了掩盖他令人发指的罪行。一夜之间全网爆发，这绝不是林浩一个人能做到的。海外资本动用了海量水军在推波助澜。钱万山临死前的反咬，这伪证做得很逼真。林旭，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解释？托你的福，整个星海科技这几个月就没消停过。看来我得离开一阵。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所有人按原定进度推进天网2期。林总，对不起，上面规定您不能带走任何电子设备。好，电脑可以交，但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心血。外面股民快把我们公司大门拆了！现在只有彻底查封林旭的所有权限和资产，对外宣布彻底切割，才能保住股价。林旭为公司拿下天网，抓出钱万山，现在凭一个有犯罪前科的无赖一段视频，你们就要卸磨杀驴？苏总，舆论压力太大，这几个月因为林旭一个人，星海科技都要闹翻天了。我是首席法务官，只要1天没定罪，法务部就绝不会同意冻结林旭在公司的核心资产份额。今天谁敢越权签字，我明天就向证监会实名举报违规操作。苏清寒，
你这是拿自己的职业生涯给他陪葬！我只信真相。林浩是个蠢货，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区块链。只要他上传视频，就会留下痕迹。一想追踪，林浩发布视频时的原始动态 IP。抓到！哼，钱和护照都在这儿。偷渡的车就在楼下院子里，立刻滚出境，永远别回来。林旭啊，林旭，你算计我那么多次，最后还不是散在我手里？我这就去国外当大爷了。谁？想干什么？伪造视频，收黑钱，想偷渡。林浩，你胆子不小啊！你都知道了，哥，亲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你别让警察抓我。带走。林旭，你以为你赢了？天网的机密，我一定要拿到。防火墙正在一层层崩塌，底层系统被植入了自毁程序。快给林旭打电话，除了他，没有人能解决。接头人狗急跳墙了，他强行入侵防火墙，试图窃取天网核心数据。嘿，林旭，久仰大名，感谢你研究出了天网计划，但可惜这一次你要输给我了。林旭，你的防火墙像纸一样脆弱，还有最后10%，天网机密就是我的了。完了，彻底完了！林旭，你赶紧把服务器物理切断，就算毁了天网，也不能让机密流到国外去。闭嘴！物理切断会导致整个智慧城市的交通数据瘫痪，你想让外面的几百万辆车连环追尾吗？那你想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把数据带走？这家伙用的是自毁式暴力抓取，想强攻，那就看看谁的算力更硬。哼！2组3组开始行动，把所有流量引入主干道，我要关门打狗。林总，对方的攻击太猛了，又到节点，撑不住啊！没用的，你们国内大厂的安保，在我眼里就是小孩子的玩具。林旭，我安局的陈老带队支援，他们已经接管了外部通讯链路，建股已经95%了。民营企业的技术团队很难应对这种高强度的网络攻击，立刻陷入移动终端，抢夺系统最高控制权，全面切断对方所有对外传输端口。不能切断。年轻人，知道数据外泄会造成多大的行业损失吗？现在不是固执的时候，立刻交出控制权。陈老，林旭是天网的缔造者，他最了解底层运行逻辑。我不管他多了解，当前防御已经兵临失守，让开！陈老，如果现在强行一刀切接管，最终不仅拦不住数据外泄，还会清空我们的核心策略。那你有什么办法？难道做事数据被窃取？请借我们网安局追踪探针。我移交30%的辅路控制权，帮您顶住左翼流量攻击，剩余我来处理。你要主动反击？对方是装备精良的国际黑客团队。给我1分钟，结果自有分晓。辅路控制权已开放。好，我就给你1分钟。如果放不住我立刻拔网线。好家伙，这小子的接口预留的这么完美，我的探针程序居然0年前接入了。辅路压力减轻，主干道开始重构。这么回事？进度条为什么掐在98%不动了？这就慌了。哼，好戏才刚刚开始。你这是在用他攻击的通道逆向渗透。陈老，左翼再加20%的压力，逼他把所有的算力集中到中路。好小子，跟上我的节奏。你们防不住我的，最后1%，给我破！
不行了，对面的算力还在增加，防火墙主模块已经被击穿，林旭，马上把网线断电，这是死命令。结束了，天网是我的了。拔网线，我偏要让他吃个够。你干什么？你把核心数据库的闸门打开了！你把核心数据打散了！化整为零，我把数据拆分成了几百万个碎片，隐藏到了全城所有的智慧路网备用基站里。利用路灯监控摄像头的缓存到数据库，这种密发调度能力居然能在2秒内完成，进度条100了，数据到手。这是什么鬼东西？乱码！全是路网的红绿灯闪烁日志，我的核心代码呢？你以为我打开的是金库？那只是城市垃圾桶的排污口。哇，这些假数据里藏了协议炸弹，服务器过载了。对方的服务器死机了，网络通讯出现了3秒钟的停顿真空期。陈老，就现在！探针启动，晚上溯源，破跳板，穿透弹力层，锁定目标，经纬度，精准定位，成功找到黑客团队的幕后据点，立刻同步线索，对接国际协作渠道处理。好小子，不仅守住了核心数据，还顺势锁定了对方据点。这套相机救机的战术太出色了。陈老过奖了，没有您的探针配合，我也反杀不了。昨晚机房大乱，股价跌停。林旭这种灾星，就算他这次没让数据泄露，也必须让他引咎辞职，不能再让他留在这里祸害公司了。让谁引咎辞职？总裁，林旭他。林旭昨晚成功抵御境外网络攻击，守护了公司1000亿核心资产，是星海的功臣。我宣布，立刻撤销林旭的停职处分。不仅如此，我还要宣布一项更加重要的人事决定。鉴于林旭在天网项目中的卓越贡献，以及他出色的危机处理能力，经董事会一致同意，破格提拔林旭为星海科技常务副总裁，全面接管公司所有核心技术项目的审批与运营。这常务副总裁，那不是之前钱万山的位置吗？他才30岁啊！哦，你有意见？有意见你可以辞职。没有意见。林总实至名归，谢总裁信任。林旭先生，凭借你追踪到的精确线索，协作团队成功捣毁境外非法网络团队据点，相关部门特批授予你个人荣誉表彰，感谢你为网络安全行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林旭，接过荣誉吧。分内之事，理应如此。今天你升职手续恰逢双喜，和大家说说后续的工作规划吧。总裁，工作规划暂时搁置。这是我的请假申请，我申请即刻离岗。长期休假。林旭，你开什么玩笑？你刚坐上常务副总裁的位置，现在正是稳定大局的时候。林总，你这是居高自傲，给总裁甩脸子吗？这段时间处理公司的烂摊子，我几乎没有合眼。现在内外部危机解除，天网进入平稳测试期，我个人的私事也该去处理了。好，我批了，但这副总裁的办公室一直给你留着。谢谢总裁。林旭，你疯了吗？苏总，有何指教？你才刚搬到钱万山接手常务副总，公司里盯着这个位置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你现在一旦离开权力中心，天网控制权分分钟会被架空，
架空就架空吧。你说什么？那可是你的心血，你到底要去干什么比这还重要的事情？我要去医院。我母亲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说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阿姨她……以前为了挣钱治病，我在公司里拼命往上爬。现在我有钱了，天网也保住了。如果连他最后一程都不能陪在身边，我争这个副总裁有什么用？我明白了，你安心去医院照顾阿姨。公司那边，替我在法务部1天，那些保守派休想动天网一根代码。多谢。林先生，老太太的各项指标都在下降，她现在陷入了深度昏迷，医学手段能做的已经不多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最好的进口药我也能买。不是药的问题，是患者自己的求生意志很薄弱。现在最需要的是亲人的呼唤和陪伴。如果他能听到你的声音，或许还有奇迹。我知道了，谢谢大夫。妈，我现在拿了顶级嘉奖，也当上了公司副总裁。我们以后再也不用看人脸色过日子了。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大哥，孩子爸爸离家出走，家里没有积蓄，这笔钱能不能再宽限几日？我一定还清。没钱还，就把房子给我。滚开！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我都一个个收拾了。你一定要醒过来享福。云腾科技最近在活动，他们一直想拿天网的边缘模块外包，你小心点。哎呀，林总，听说老太太病重，我特地代表公司同仁来看看。你是谁？云腾科技并购部总监孙磊。之前星海和云腾一直在抢政府项目，现在林总高升，咱们也算是友商了。我正在休假，不见客，出去。你急着赶人啊，林总。这有份运维外包协议，只要林总签个字，把天网部分边缘模块交给我们云腾打理，对您可是有天大的好处。林总，您虽然高升了，但在公司里可是得罪了不少人。我们云腾愿意在这个时候接手，既能帮你分担压力，又能按月给您返这个数的回扣，这可是双赢。您就在这病房里安心陪老太太，钱照拿，多好。双赢？怎么，嫌少？价格还可以谈。协议第3页隐藏了关于数据开源的补充条款，第7页的财务测算模型故意做低了利润率，看似获利的合作，实则是借机窃取天网核心数据。别把所有人都蒙在鼓里。你只看了2眼，怎么可能看清全部条款？收起你的小心思，回去转告你们老板，天网的核心技术，云腾无权触碰。再这样骚扰我，小心我让云腾彻底失去行业合作资格。林总不必如此强势，您如今不在公司，未必能掌控所有局面。请离开。刚才那是云腾的人，来送果篮的，顺便想套我的运维权。林旭，你得赶紧回公司。你请假这几天，保守派传言你不会回来了。云腾科技又主动找上门，承诺免费运维。保守派顺水推舟，通过云腾的介入申请，正借这个口子切断天网原有的外围运维支持。让他们切。天网2期正在测试阶段，没有运维团队的实时除错，系统一旦被恶意攻击，就会崩溃的。我对我的底层架构有信心，也对技术部留下来的兄弟有信心。只要核心不乱，外围怎么断都无所谓。林先生，老太太该换液了。我母亲离不开我，除非天塌下来，否则我不会回去。小旭啊，妈今天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早点下班回家啊。这是去年妈妈还没病倒时发给我的语音，
希望可以唤醒妈妈。说，林总，天网出大事了。稳住，报告情况。刚才遭到不明来源的超级并发拦截，我们的外围运维被切断，根本挡不住。现在3个核心分区的监控画面全部黑屏了。林总，系统要瘫痪了。2组立刻切断所有外部连接端口，开启物理隔绝模式，我马上到。张姐，公司出了点紧急状况，我必须回去一趟。病房的门锁死，没有我的电话，谁叫门都不要开。林先生，您放心去，我一定守好病房。天网的核心架构经过我的多重加密，常规攻击根本不可能导致3个核心分区同时黑屏，只有一种可能，外围运维节点被内部人员主动放开了权限。看看，大家都看看，这就是林旭口口声声说的固若金汤。他刚当上常务副总就休长假，把烂摊子扔给我们，现在系统又瘫痪了，几百亿的市值眼看就要蒸发。系统瘫痪是因为你们昨天强行通过了云腾科技的外围运维接入申请，这是明显的外部恶意代码注入。苏总，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云腾科技是业内顶尖团队，他们是来帮忙。孙总，你们云腾怎么看这次的故障？苏总误会了，我们的运维接口非常干净，这完全是因为天网系统自身的底层架构承载力太弱，遇到突发流量直接崩溃。不过各位高管放心，我们云腾有一套现成的处理模块，只要星海立刻签署全面外包协议，开放核心数据库权限，我保证10分钟内解决问题。开放核心数据库？你们这是趁火打劫！只要我还在法务部，这份协议就绝对不可能通过。苏清寒，你是要看着星海科技破产吗？我提议立刻动用董事会紧急避险程序，暂时冻结林旭的常务副总权限，授权云腾科技接管天网核心。同意的举手。苏总，大势所趋，您还是别固执了。林旭，你有本事拒绝我，就要做好一无所有的准备。等你回来，天网早就改姓云腾了。既然多数通过，马上执行对接。我看谁敢动我的权限。林总，你不是在休假吗？我再晚来一步，公司都要被你们卖干净了。特浩，我来。林总，系统马上就要崩溃了，云腾的孙总愿意提供技术支援，你这个时候不要意气用事。技术支援？哼，引狼入室还差不多。林旭，你别血口喷人，有本事你把系统修好，否则你就是凭空污蔑。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就是你们引进的顶尖运维团队，他们在边缘接口植入了一个高能耗的死循环爬虫程序，疯狂占用天网的算力，制造瘫痪的假象。孙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肯定是底层代码冲突产生的系统错误，我们云腾绝对没有植入恶意程序啊！是不是系统错误？报警让网安局的技术科查一下就知道了。不用了，这可能是我们底下的程序员操作失误，我们放弃这次合作。清理恶意节点，重置路由协议。系统负载率降到30%了，天网恢复正常。林总技术果然高超，既然危机解除了，那这事儿就翻篇了。危机没有解除，只要天网还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这种为了利益而发动的攻击就永远不会停止。不仅是云腾，海外资本也一直盯着这块肥肉。今天是一个爬虫，明天可能就是断网断电的物理破坏。林总，你太草木皆兵了。天网是我们星海科技的核心盈利项目，哪来那么多的危险？这次只是意外。意外？我要的是绝对安全，所以我决定进行战略调整，我要把天网系统全面接入政府的基建网络，
免费向全社会开放底层路网数据。你说什么？免费开放？明旭，你疯了！这可是几千亿的市场，你一句话就送给政府，你当这是做慈善吗？天网项目投入了公司多少研发资金，指望着他下半年给股东分红。你现在免费开放，我们前期的投入怎么收回？没错，你虽然是常务副总，但星海科技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绝不同意这种自断财路的愚蠢决定。这不是自断财路，这是断臂求生。天网的体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私企能独立消化的极限。如果我们继续强行垄断，早晚会被资本和黑客撕成碎片。都闭嘴，看这个。这是法务部早上刚收到的风控预警，因为天网在测试期表现出的绝对市场统治力，反垄断调查局已经把星海科技列入了重点观察名单。如果我们继续捂着科技不放，一旦反垄断大锤落下，公司将面临巨额罚款。对接政府基建是我们目前唯一合法、合规且能保全核心资产的出路。好，就算苏总说的有道理，但对接政府基建，你以为是去菜市场买菜吗？政府基建关乎整个城市的交通、治安和民生，他们对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要求极其严苛。我们星海科技说到底就是个私企，你有什么资格让政府信任你？他们凭什么把这么重要的命脉交给你一个私企开发的系统？就是，别到时候我们热脸贴了冷屁股，政府根本不用，反而把我们的底牌全部暴露给对手。这帮人为了自己的分红，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哼。林旭，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政府愿意信任我们的凭证，这项决议我们就联合向董事会发起否决，到时候你这个常务副总的位置也别想坐得安稳。你们要凭证是吧？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一个 U 盘能装什么？政府红头文件，他就算有天大的面子，也拿不到这种东西。这是网安局的官方背书，连市局都联合署名了。你什么时候拿到的这些东西？有了这份底牌，你们觉得政府会不会信任天网的安全性？这家伙原来早就把退路和进攻路线都算好了。就算有官方背书，这么大的战略调整也不能你林旭一个人说了算，必须老总裁亲自拍板。我刚才在门口都听到了，林旭的提议很有远见，企业做大了，就不能只盯着自己碗里的那点肉，得看看对国家有没有用。不过这么重大的战略调整，牵扯到公司的各项财报和股权变动，确实需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法务部和财务部先牵头做个资产剥离和对接的评估报告。总裁，技术层面的对接方案我已经整理好放在内网了，我还在休假。既然危机解除了，接下来的评估流程我就不参与了。去吧，医院那边要紧。喂，护士长。林先生，你快回病房，老太太这边的突然有大变化。出什么事了？是病情恶化了吗？电话里说不清楚，专家都在这儿了，你赶紧过来。千万别出事，我刚把一切都搞定，你还没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医生，我妈她……林先生，奇迹啊！患者的脑电波突然恢复活跃，已经能够脱离呼吸机了。小旭，妈，傻孩子，哭什么？妈听见你给我放的录音了。妈，
你醒了就好。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常务副总裁了，我没有大房子了。你再也不用为了几百块钱去求那些吸血鬼亲戚了。妈知道你出息了，妈以后都不用拖累你了。林旭，你个没良心的小畜生，你给我滚出来！小旭，是你奶奶。妈，别怕，她翻不起浪来。你大伯被你害进监狱，你堂弟也被你抓了，你现在还想让我这个70多岁的老太婆去坐牢？把他们录下来，发到网上，看看大厂高管是怎么对待长辈的。林旭，马上拿钱把你大伯和堂弟捞出来，不然我今天就撞死在这病房里，让你们母子俩一辈子不得安宁。你大伯被你送进大牢，你堂弟今天早上也被特警抓了。你这个丧门星，要把我们林家赶尽杀绝呀！大家都来看看，星海科技常务副总裁林旭六亲不认，害了亲大伯，抓了亲堂弟，现在还要逼死自己的亲奶奶。大厂高管就是这种素质，我们今天必须曝光他，让全网看看他的真面目。录像需要我配合找个好角度吗？你少在这嚣张！你现在立刻去警局销案，把你大伯和林浩放出来。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加上窃取商业机密，公安局不是我开的。你们要是觉得有冤情，出门左转，去法院起诉。小畜生，你这是要逼死我们！这里是重症监护区，患者需要静养，请你们立刻离开。滚开！我教训我亲孙子，轮得到你多嘴？老太太，你再动手，我们就不客气了。哎呦喂，保安打人了！大厂高管联合医院保安打死亲奶奶了！都录下来了。医院保安动手打70岁的老人，林旭就在旁边看着。这老太太的演技，不去拿奥斯卡真是屈才了。我连碰都没碰呢。不用理他，让他在地上躺着。走廊有监控。林旭，你今天不拿钱把你大伯和堂弟捞出来，我就死在这儿。你随意。好，这是你逼我的，我今天就撞死在你妈的病房门上，让那个贱女人一辈子不得安宁。快拍，快拍，出人命了！我不活了，我的头裂开了。林旭逼迫七旬奶奶撞墙自尽，大家快转发！哎呀，你干什么？你敢抢手机？我要报警！报啊！你们俩今天谁敢把视频发出去一个字，星海科技法务部明天就会把律师函寄到你们家里。我们也是听了老太太的话才来的，不关我们的事儿。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妈，你怎么出来了？医生让你静养。小旭，走廊里这么吵，我怎么睡得着？你这狠毒的女人，都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你赶紧让林旭去警局撤诉，不然我就天天来闹。小旭，大伯他虽然做了很多事，但毕竟是一家人，要不就算了吧，给他们留条活路。他还在替这些人着想，可这些人什么时候考虑过他的死活？妈，这件事你别管。小旭，他们差点拔了你的氧气管，从那一刻起，我们再无亲情，只会是仇人。既然你不想去警局，那我今天就给你安排个更好的去处。你要干什么？主任，麻烦带人到302病房门口来一趟。
林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我奶奶最近受了刺激，情绪很不稳定，出现严重的狂躁倾向和自残行为。麻烦您给她做个精神状态评估。你放屁！谁有精神病？你才有精神病！这是她刚才的自残和攻击行为记录。这种程度的暴力倾向，确实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和情绪失控，需要立刻强制干预。你跟这个小畜生是一伙的，你们想害我！滚开！别碰我！老太太，请配合检查。这怎么还要召去精神科呀？有精神病史的人，伤人或者自残是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但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需要承担所有的民事赔偿责任。大伯进去了，你们要是想当他的监护人，随时可以去签字。不，我们就是来看看，跟我们没关系。对，我们家里还有事儿，先走了。你们这群白眼狼，给我回来！经过初步鉴定，患者存在严重的重度狂躁症和被害妄想症，建议立刻转入全封闭精神病疗养院进行长期治疗。我大伯入狱，我是他唯一的直系亲属。只要直系亲属签字，手续就完全合法。小旭，你放我回去，我真的没病。奶奶以后再也不去你公司闹了，我回老家，你别把我关在这种地方。晚了，这里山清水秀，有专人24小时看护，适合您养老。是林旭先生吗？患者的强制入院手续和家属同意书已经全部核对完毕，符合合规流程。麻烦院长了，他的费用我会按年一次性结清。林旭，你简直丧心病狂！连亲奶奶都是精神病院，你就不怕遭报应吗？二叔，你现在看看家族群。第1章是司法精神病鉴定书，2章是全封闭治疗同意书，第3章是10年的预交住院费收据，一切合乎国家法律法规。如果你觉得他没病，随时可以来疗养院申请变更监护人，把他接回你家伺候。我哪有钱伺候他？既然没钱也没胆子担责，以后再让我接到这种电话，我连你一起告。林旭，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慢慢咒，时间有的是。这里是全封闭管理，没有我这个直系亲属的签字，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你接出去。您就在这里安心住一辈子吧。推进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呀！所有的吸血鬼都你清理干净了。这房子可真漂亮，带这么大个花园，得大几千万吧？可不是嘛，听说业主直接全款拿下的。小旭，这房子太大了，咱们以前租的那个漏雨的单间，还没这个院子的一个角落大。妈，以前让你受苦了，以后你就安心在这里养老，每天种种花养养草。妈现在身体好多了，昨天复查，医生说再养半个月就能下地走路了。
对了，咱们刚搬来，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拿点妈早上做的绿豆糕，去跟邻居打个招呼。妈，现在城里人都不流行这一套了。礼多人不怪，让你去你就去。好，好，好，听您的，我这就去。这种千万级别的高档小区，邻居估计也是哪个大企业的老板，打个招呼也好。身份验证通过，大门已解锁。苏总，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住了2年了，常务副总裁。你这是来给我送外卖吗？这套房子2年前发年终奖买的，我平时嫌麻烦，周末才过来住。我妈早上刚做的绿豆糕，让我和邻居认识一下。谢谢。小旭，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啊？哎呦，这姑娘长得真俊。你是小旭的同事吧？阿姨您好，我是苏金涵，是邻居同事。哎呀，这可太巧了！小苏今天中午就来阿姨家吃饭吧，一起庆祝庆祝，顺便尝尝阿姨的手艺。阿姨，这太麻烦了。我妈好不容易下厨，苏总就当赏个脸。那打扰了。小苏啊，多吃点，你太瘦了。谢谢阿姨。小苏在公司是做哪方面的？我家小旭就会敲键盘，叫那什么程序员。阿姨，我是公司法务，算是管合同这块的。法务好呀，这部门讲道理。小苏，你跟阿姨说实话，小旭在公司没少受人欺负吧？他大伯之前去公司闹，肯定给他惹了不少麻烦。妈，吃饭别说这些，公司里挺好的。阿姨，您别担心，林旭现在是公司的常务副总裁，技术中心全归他管。在星海科技，他的话比谁都管用，没人敢欺负他。真的？小旭都没跟我说这么细。他这是低调。林旭不仅技术好，做事也极其有原则，大家都很敬重他。吃虾，凉了就行了。在公司里杀伐果断，一句话开掉几个高管的人，在家里居然这么温柔。阿姨恢复的不错，你这个长假休得挺值。只要他没事，我就安心了。老总裁顶着董事会的压力，暂时把天网对接政府基建的方案压下来了，但法务部评估过，阻力会非常大。保守派还是不愿意放权。他们请了官方安全评估团来做初审，想借官方的手毙掉这个方案。评估团要求必须由技术总负责人亲自和他们对接。如果你想要天网顺利对接，化解反垄断的危机，就必须亲自出马。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公司？小旭啊，工作上的事要是急，你就赶紧回去。妈，不急，医生说你还需要观察。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已经没事了。妈知道你孝顺，但那是你熬了多少个通宵才弄出来的项目，不能因为妈耽误了正事。阿姨，林旭在公司确实无可替代。好，我明天就回去休假。但我保证，以后就算再忙，每天晚上也必须回家陪你吃饭。这才像话。林总回来了，林总回来了。好，各位辛苦。休假回来排场还挺大，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随便他威风，政府那边的安全评估团可不吃他这一套。
大厂的技术做商业变现型，拿去搞城市基建，痴人说梦。只要评估团给天王打回票，董事会就有理由立刻叫停对接计划。到时候，林旭这个常务副总就得引咎辞职。评估团的进展怎么样？非常糟，他们不信任天网的安全性。不信任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认为星海科技的服务器架构过度追求运算速度，缺乏基建级防载冗余。带头专家放话，天网一旦接入交通系统，3分钟内就会全面瘫痪。没看懂我的代码逻辑，就敢妄下结论？下午2点，评估团会召开最后一次质询会，保守派都在等着看你出丑。叫上技术2组，带上核心数据主盘，我们去信息中心，给他们上课。别走，不是我为难你们星海，你们私企搞互联网，讲究快速变现，但城市基建要的是绝对的安全。你们天网数据分发逻辑花里胡哨，一旦遇到恶意强攻就会堵死。这种系统我们绝对不敢用。没错，你们只有基建标准的10%，这简直是拿全城市民开玩笑。李总，这如果安全性不能保证，市里确实无法批准兑现。主任，我们在协议里已经做出了全额担保。担保不如实测。长老，天网的防御达不达标，纸上谈兵没意义。我要求进行现场抗压实测。实测？年轻人，你知不知道市政级的1000万并发攻击是什么概念？你的系统只要接进来，5秒钟就会烧断保险丝。天网测试模块已接入，长老可以开始。既然他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成全他，直接上市政级最高强度的 DDoS 模拟攻击，1000万并发。陈老，1000万并发，我怕他们的主板直接烧毁。执行。看吧，3秒之内，你们的防御网就会全面崩溃。不可能，1000万并发流量打进去，他们的负载率连30%都没到。怎么会这样？那些流量去哪儿了？我刚才说过，天网的逻辑不是硬考，在遭遇洪峰瞬间，算法会自动拆解分散到全城闲置设备中分摊运算。你们眼中的绝技，在天网的算力面前什么都不算。化整为零，利用城市边缘算力。我研究了一辈子基建安全，竟然没想到这种架构。我收回我之前的话，星海的技术远超我们的想象。好，林总，实测数据说明一切，市里同意推进合作。下周1，天网系统全程公测，我们共同见证历史。林总，第3分区的数据出问题了。调出底层通信日志，找到了，是外部路由协议的冗余代码跟我们的算法冲突，立刻切断外部协议，手动编写内循环补丁，30秒内打上。明白。免责协议和授权书已全部归档，明天一早，只要你按下启动键，天网就会正式接管全城路网。辛苦了，让大家轮班去休息一下。真不敢相信，我们居然真的走到了这一步。几个月前，钱万山还在想方设法把你赶出公司。如果不是你扛着压力死保我到底，天网的数据早就被瓜分干净了。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天网？以你的技术，外面任何一家巨头公司给你开出的待遇都不会低于星海。因为我经历过底层没有资源的绝望，顶尖的技术不该只作为资本家圈钱的工具。
接入市政是天网的价值。明天的公测，网点亮起的那一刻，全城会见证它的价值。希望一切顺利。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星海科技将把最顶尖的技术献给这座城市，有请常务副总裁林旭以及市政主任共同启动天网系统。林总，开始吧。启动。天网系统正式上线，全城智慧路网已全面接管。林总，太壮观了！这是属于星海，也是属于这座城市的骄傲。林总，出事儿了！市政接口遭遇未知恐怖强攻，他们强行切断了我们的数据交换层。这怎么也红了？在公测日发动这种规模的毁灭性攻击，这是要拉整座城市给星海科技陪葬。电视机前的观众，星海科技天网公测现场突发重大网络安全事故，初步怀疑是遭遇了有组织的大规模黑客袭击。林总，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说1000万并发也能顶得住吗？主任，这不是普通的并发攻击，这是定向的毁灭性破坏协议。他们强行切断了数据交换层，现在系统根本无法调用边缘算力。我就说不能对接政府基建，这下好了，整个城市都要给我们陪葬。林旭，你这下满意了？攻击手法极其毒辣，完全是奔着同归于尽来的。林旭，网安局刚刚截获了信号源，是昨天那个漏网的海外黑客组织在进行疯狂报复。星海科技的蠢货们，你们引以为傲的天网简直不堪一击。现在这座城市的心跳掌握在我的手里，好好享受这场盛大的烟火吧。疯子，这是恐怖分子，还愣着干什么？马上去机房，把总电源拔了，把网线全给我剪了。可是，强行断电，底层数据会崩溃。不断电，整个星海科技都要进去蹲监狱。快去！不能断电，你们看上面，那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核心数据打包传输的进度条。他们不仅仅是要破坏这个程序，在同时窃取全城的政务核心数据。现在强行拉闸断电，防火墙会瞬间消失，全城政务核心数据还有5分钟就会被黑客彻底打包带走。不断电难道等死吗？数据被带走也是死，现在拔网线至少能保住公司。我去拔，出了事我负责。谁敢动机房的电源，我就把谁从这栋楼扔出去。林旭，你疯了！现在断电，城市路网的所有硬件会因为协议锁死而彻底报废，到时候不仅数据保不住，整个城市的交通基建要花几百亿去重建。林总，那你说怎么办？还有不到5分钟了。去把大厅的中央主控台升起来，把外围的境外直播画面切到大屏。林总，把直播切上来，那是他们在全球嘲讽我们啊！我要让全世界看着我怎么把他们踩在脚下。执行。是。
星海科技的常务副总准备亲自下场了，太可笑了！你的算力已经被我锁死，你拿什么跟我打？用不着算力，杀你，我的手速就够了。狂妄的荒皮猴子，我倒要看看你能在我的死亡协议下撑几秒。林旭，全城的命运都在你手里了。年轻人，对方用的是高频穿透，你的防火墙现在千疮百孔，很难重新构建了。既然构建不了，那就不构建了。我要用高维防御逻辑正面击溃他。他的攻击源是分布式的，硬挡行不通。唯一的办法就是诱敌深入，关闭1到5号外围防御端口，撤销所有中继烟遮。林旭，你干什么？你主动把城门打开了！你个汉奸！你这是主动在给他们递钥匙！你通敌！这还有这事啊！这是哎呀，我去！滚开！叫我来！我看谁敢动他！目标闭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让他撬！进来吧，再进来一点，把你们所有的算力和底牌都压到中路来。你们看到没有？星海科技的系统就像一个没有壳的蜗牛。林旭，你的防线全线崩溃了。看到了吗？只差最后一层防火墙。只要我按下这个回车键，天网系统就会全面击溃，到时候整个城市的网络都会被我们掌控。跪下求我，也许我会给你留点渣子。哼，哼，永别了，天网。启动逆向反噬模块。这是什么？数据怎么没有传过来？你以为我主动撤掉外围防线，是为了让你进来拿数据？那是因为你壳太厚，我必须诱导你把所有算力集中到一条通道上。你刚才破坏的每一层防火墙，全都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反追踪目标。现在，他们顺着你打开的通道回家了。你逆向感染了我的服务器，切断网络，快拔电源！我的设备，我的数据！敌方服务器全部宕机，攻击流量归0，我们赢了！哦，好，太棒了，太好了！还没完呢，陈老，对方断线前的物理地址已经被木马死死咬住，敌方老巢经纬度已全部解析。指挥中心，马上同步经纬度坐标，直接对接国际协作渠道，立刻实施跨国抓捕。天网系统重构完毕，全程智慧路网已彻底接管，负载率持续稳定。不可能！星海科技不可能有这种技术。林旭，说一说，林旭，说一下吧。你保住了星海，也保住了这座城市。我就知道，你绝不会输。哼，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掌握技术的人必须有底线。林总，今天如果不是你，后果不堪设想。星海不仅没有让我们失望，而向世界证明了天网的顶尖网络防御能力。感谢你，打出了我们国家的技术威风。太棒了！昨日，
星海科技天网系统攻测圆满成功，在境外网络攻击中展现出世界级防御水准。这是第12份将天网推向民生领域的落地协议，协议涵盖了全程的医疗急救调度、消防绿色通道以及智慧防灾预警。推行进度怎么样？保守派那边还有阻力吗？保守派现在看到你都绕道走，天网成功保住了全程数据，政府开绿灯，所有阻力一夜之间全消失了。好。这只是第一步，基建铺好后，天网的算力还能挖掘出更多社会价值。林总，天网民用端口上线第1周，数据运转完美，没有出现任何 bug。不要掉以轻心，随时监控边缘节点的负载情况。林旭同志啊，李队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当然是来送锦旗和感谢信的。啊，市局这半年来一直在追捕一个重大案件通缉犯，这人反侦查能力极强，结果天网一用，安防端刚上线3天，就通过大数据分析把这孙子锁定了。上面领导发话了，星海科技这次是立了大功，有你们这套系统，我们市的治安效率直接提升了10倍不止。李队长客气了。这都是天网分内的事，我那边还在提审犯人，就不多打扰了。改天一定请你吃饭。好，我们要见林总，我们要见林总。保安大哥，通融通融，就让我们见林总一面吧。我们大老远赶过来的，大家冷静一点，这里是办公区域，不能硬闯。喂，技术中心吗？快转接林副总办公室，大堂快失控了！来了一群送锦旗的群众，怎么劝都不走，非要接林总。林总，大堂被一群老百姓挤满了，他们举着锦旗，非要见你，赶也赶不走。你看是不是要安排清场？举着锦旗，安保如果强制清场，万一被媒体拍到，容易引发公关危机。别动粗，我亲自下去看看。林总再来了。您就是林旭林总吧？我是林旭。大爷，你们这是？林总，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林总，我孙子走丢整整3年了，我们全家把房子卖了，倾家荡产都没找到。昨天派出所同志打电话说，天网帮俺在外省的一个砖窑里找到了我孙子。我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走失，也是天网在城郊的河沟边上把他找回来的。要是再晚半天，人就没了呀！大爷，天网开发出来，就是为了服务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能帮你们找回亲人，是我们星海科技莫大的荣幸。顶尖的技术，不该只用来给少数资本家赚钱。他当初在茶水间说的话，真的做到了。本年度最具社会影响力科技大奖毫无悬念地颁给了星海科技常务副总裁林旭。天网系统不仅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更在民生领域立下汗马功劳。年底财务清算出来了，星海科技今年的净利润翻了3倍。法务那边合规审查还有问题吗？反垄断调查局上个月就撤销了对我们的观察名单，因为天网的杰出贡献。现在我们不仅合规，还是官方钦定的标杆企业。大家这半年都辛苦了。年底董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老总裁早上特意叮嘱，让你务必准时出席。走吧。
好，太好了！星海科技成立20年，从来没交出过这么完美的答卷。林旭，半年前你在这个会议室说要把天网全面接入政府基建，当时很多人反对，甚至骂你。但今天的结果证明，你的眼光比我们所有人都长远。总裁过誉了，是全公司同仁的努力。林旭，你现在已经是常务副总裁，带领星海走上了行业的最高点。我今天在董事会上问你一句，你对星海科技的未来还有什么打算？总裁，天网目前只是完成了国内的底层布局，我的打算是在未来3年内建立完全自主可控的核心算力中心，彻底摆脱海外硬件的掣肘。我要让星海科技成为全球最安全的数字堡垒。好气魄！各位董事，我老了，身体大不如前，跟不上现在互联网的节奏了。今天趁着大家都在，我正式宣布一件事，我决定从今天起正式退休。凭林旭这大半年来的功勋、能力和格局，我提议由林旭全面接班，出任星海科技全球总裁。林总实至名归，我完全同意。林旭，这是星海科技最高权限密钥，从现在起，这艘巨轮就交给你了。不仅要带着大家赚钱，更要用这把技术的利剑造福国家。老总裁放心，林旭绝不辱命。林大总裁，第一份全球战略批文，签个字吧。苏大律师现在也学会打趣我了。晚上集团在顶层酒店办了庆功宴，大家都在等你这个新总裁去剪彩。帮我推了吧。推了？这可是你登顶的庆功宴。登顶了，反而觉得这上面的空气有些冷清。今晚，我只想做个普通人。好，我去安排。小旭呀，下班了。妈，今晚不加班了，我马上回家。太好了，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路上开车慢点啊。好。快去洗手，最后一个汤马上就好。真香，好久没吃您做的排骨了。没洗手不许偷吃。多大的人了，当了总裁还跟个小孩子一样。是，这就去洗。小旭啊，你看咱们现在的好日子，放以前妈是做梦都不敢想。过去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妈还记得，你考上大学那年，学费差了5000块钱。妈带着你去你大伯家借钱，他在屋里吃着火锅，让咱们干站2小时，最后还放狗把咱们赶出来。那时候妈就在想，这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妈，那些踩过我们的人，都已经付出了代价。林保国和林浩现在都在监狱里采缝纫机，林老太太精神病院，这辈子都别想出来。各位观众，由于天网系统的全面普及，我市本季度犯罪率断崖式下降。不仅如此，众多走失儿童和老人也通过天网顺利回家，市民们纷纷为星海科技这一民生壮举点赞。小旭，妈虽然不懂你那些代码什么的，但妈知道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从防备算计到兼济天下，这条路走得很难，但很值。快吃吧，别看电视了。妈，手艺一点没退步。这么晚了，谁会来？
你坐着吃，妈去开门。妈，你慢点啊，小心腿。阿姨，晚上好。哎呦，小苏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啊，苏总，你这是？怎么，星海科技的全球总裁连邻居来串门都不欢迎吗？别在门口站着了，快来吃饭。阿姨刚做好的菜还热乎着呢。坐这吧。谢谢。小苏啊，以后别总吃外卖了，你一个人住隔壁，下班了就过来跟阿姨和小旭一起吃。那就要一直麻烦阿姨了。接下来播报一则法制简讯：星海科技原副总裁钱某因涉嫌巨额职务侵占及出卖商业机密罪，今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另据报道，协助境外资本窃密及造谣的嫌疑人林某浩、林某国已分别被判处7年及5年有期徒刑。两起案件进一步净化了我市的商业与网络环境。你看，现在的星海市是不是比以前更亮了？因为天网亮了。林旭，千万山倒了，天网上线了，你现在已经是这座城市站在最顶端的人了。下一步你还想征服什么？我想先好好享受一下这属于人间的烟火气。